Hello guys, OK，我们现在要快速的进行一个名古屋的战利品开箱。我这次没有想到会买那么多，因为现在这个时机点去日币就真的是非常的便宜，所以呢，我就超出我预料之外，就买了超多东西。有一些很基本的什么免税啊，我就不太细讲，我就先从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开始讲起。抱歉，在这里先暂停一下，因为这支影片实在是录得太赶了，来不及好好说明。我这次想录的 haul 跟一般的好物分享不太一样。如果您有符合以下3点，那这支影片绝对是替你量身打造的。1. 追求质感居家生活，在繁忙的生活中，仪式感很重要。不过，到底生活用品要怎么挑才能好看又划算呢？2. 万用百搭的日系服饰单品。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平常穿着偏欧美系，去日本旅游时想购物，却又常常找不到适合自己风格的衣服，或是说上班跟休闲的衣服常常要买2套，那看这支影片就对了。跟你分享我挑了哪些单品，一次解决以上问题。3. 高 CP 值，适合小资族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我没什么钱，但也不是完全没钱。这次买的东西，我认为在我的预算内大大提升了我的生活品质，就给你参考喽。假如以上没有你的需求也没关系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你都买什么，下次换我来试试看。OK。Oh, I should have sorted them out in categories because I really bought a bunch of random things. Okay, where should I start? 好，我们先从家具类开始。这个是我们去名古屋的那个森公园里面有卖一些餐具的店，然后我买了这个，这是一个 Berries 的餐店 ，Olives， 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 set。这个就比较特别咯 ，It's a teacup set。我买了2个这个，我觉得很便宜，就对，以它的品质跟它的花纹，我非常喜欢这个，就有一点 China，but not so China because if you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pattern, it's not a China print. It's just very delicate. I'm not even sure if I'm gonna use them. 我在家里喝茶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么有气质，但是就可能就是有做下午茶要招待客人的时候，拍照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看。Okay, so the other set looks like this together. 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喝个下午茶。然后，我以为我买2个盘子，我已经买到忘记我到底买多少了。因为我其实没有这种大小的盘子，要么就很大，要么就很小，中等大小的盘子。所以这个花纹呢，我总共投资了这么多东西。再来，锅碗瓢盆类的还有就是高山老街，在老街那边买的，这个就真的很便宜。介绍这个，真的它的包装很可爱，它要写它店的名字叫福田屋。好，我买了这个2支水果茶，它超可爱的，它是木头的，但是我很怕就是它会发霉，所以这种就是要确保它洗一洗有晒干。汤勺也是木头制的。Oh, this is my favorite. 我记得这一支好像台币就是可能100多，然后这2支可能也是不到100块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My favorite. 当当，我的第一个抹茶碗，差不多600。它花纹超漂亮的，it's 我在那边挑超久了，然后这是我那一天最喜欢的环节，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影片，我的日本朋友教我搞抹茶之后，我就一直都用一些很 crafty 的杯子，大型马克杯在用。然后我现在 officially I have my own personal matcha bowl. Thing is that it's super cheap. 这个是一个 additional item. I don't need this, but I could not buy it. 我就拿出来给你们看，你会傻眼。它是一个狗狗的摆饰，然后我之所以还想买，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很像我们家的狗，它真的超像阿波的。那边其实摆了不止1只狗，但这一只它木雕的方式跟角度就真的很像我们家的狗，这真的看着超疗愈的。然后它刚刚盒子里面有附这个小纸条，在解释飞陀的木雕工艺。I cannot read this, but it looks really precious. I can tell, I can feel it. Thank you. Next, some other really small stuff. 这个清酒酒杯是我们在老街的这个清酒博物馆，它扭蛋里面就是给你小小的清酒酒杯去试。然后我其实没有在那边喝很多清酒，它清酒是蛮好喝，可是我一直疯狂的在转这个扭蛋，因为它的杯子实在太可爱了。然后扭蛋的部分我还要转了这个，
This is so not relevant, but Chikawa having ramen。这个一凡的爸爸他还一个口哨，他说因为我每次出国都早上或者晚上出去乱跑，就是我会去跑步嘛，所以他觉得很危险，我就很需要这个随身带着。家具差不多就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服饰的环节。那首先介绍一下最贵的服饰。我第一次买 Issey Miyake， 总共有2件，一件是比较 basic， 然后一件是他们的新款，它就是一件长袖，薄薄的长袖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在上班的冷气房都就是蛮适合穿的，因为我原本对于就是这个 Issey Miyake 的牌子没有特别有兴趣，我个人是比较穿比较 Western style，and I feel like 这个牌子它比较宽松。然后我因为我的身材比例没有很好，有时候我穿太宽松衣服看起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好看。这个算 basic piece， 一试穿我就回不去了。接下来是新款的这一件，那这一件就是我在试穿的时候，那个店员他觉得很符合我的气质，但它是比较有设计感的。我怎么这样子，有点斜肩这样子，然后它是正反2面都可以穿，所以有一面穿的会比较稍微露一点，但是另外一面就穿起来就会比较保守。好，所以这是这最贵的2件衣服。那大部分我现在都是买偏上班以及休闲同时可以穿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上班衣服真的蛮少的，还是我个人要求太多，往比较微宽松一点点的去买。这件我本来原本没有看上，平常没有穿，不需要一直穿西装外套，但是我妈妈跟我妹妹都说很好看。它是属于比较厚的垫肩，然后我没有很喜欢我肩膀看起来很宽的感觉，但反正他们就说穿起来很好看，脑波超热我就买了。主要是因为它还有在打折啊。再来是这一件长裙是我自己挑的，然后这个是上班可以穿的，然后休闲也可以穿的长裙，然后它是偏有点直筒，我觉得算便宜，品质我觉得也还不错。那另外在这一间店我还要买另外的东西，对，这个包包，东西做到一直倒来倒去。那这个公事包其实是因为我上班最常背的那个黑色的，它已经被我背到掉皮了，可以装电脑的大小，然后也是可以装一些文件。我通勤时间很长，所以在捷运或者在机捷上的时候，包包很重，我真的就会直接丢地上。I know it's not a good habit and it's kind of dirty， 但是因为不行，我真的太重，而且我每天通勤来回就2个小时。然后它下面是有这个，可以就是让它不要直接碰在地上。So I think for this price, it looks pretty nice。这个是在 La Chic 这个百货公司看到的一个选物品牌。那这个裤子是，它其实是 Dickies。This piece does not look like something Dickies would produce。很 work vibe，you know, like office vibe。但是同时它这边它是一个高腰的，我试穿的时候它真的太符合我的长度了，我真的不买不行。它如果你不要上班那么正式，你还可以往外翻，这样子就会比较休闲一点。再来是这一套，它是一个套装，但它是2节式的，它上半身是这样子黑色的，然后它的材质是偏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材质，但反正就是会皱的材质。其实我这次买很多东西都会皱，但其实我都是一个很懒得烫衣服的。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，它上面有这个很大的类似蝴蝶结的东西，然后我一直对蝴蝶结有一种莫名的坚持，就是很浮夸，但是我就会看了就很喜欢。然后后来我发现它是2节式，可以分开来穿。扣起来，然后就会变成一套 dinner outing 或者是一个 event 穿的衣服。这个我就觉得，我平常也可以下面搭牛仔裤，因为它下面是偏有质感的织料，所以就是不会太 casual，but then people can tell that you kind of styled it，you know， 这是我自己的想象。OK， 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现在进到食物的部分。食物我其实没有介绍很多，因为我个人对吃的其实还好，但这个要介绍，这个是名古屋很有名的虾饼。我原本对它没有抱持着什么太大希望，但大家看过这已经其实被开过，是少数我已经使用过的东西。就昨天晚上我实在太饿了，吃了几片垫个肚子，结果莫名其妙，我在半个小时内就把半包啃完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去名古屋一定要买这个虾饼。看到一个我很想讲的东西，这个 Excel 的眼影我已经用第3盒了，它很赞，我每次去日本几乎都会带一盒。另外一个需要讲的，这个是皮肤有点比较敏感嘛，然后我之前其实没有什么在用化妆水，就是喷东西而已。那我就这一块有一块特别的干，我随便上网查，然后就找到这个 Naturally。不过我觉得这个这么大一罐其实
，CP 值还蛮高的。如果它好用的话，我应该是会持续回购。这边跟大家事后更新一下，我超级无敌推荐它。虽然我的保养知识大概是直男的水准，但是稍微知道说我的皮肤应该是中性偏干肌，并不是特别敏感的。所以如果纯粹只是洗完脸或是妆前保湿，我觉得这瓶又大又划算，而且味道也是淡淡的自然清香。我手上这瓶还没用完，但是我上礼拜已经购入第2瓶了。那最后我突然想到，耳环的部分我买了2套。那，Oh my god，我有一只耳环不见了。OK fine。但这个是一个 very basic piece， 纯银的耳环。我原本只有金色的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我到底是比较适合金色还是银色，所以我还是都两边同时投资。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再买耳环，但是我就是会对这种亮亮的东西，他们会莫名的把我吸过去。另外一副是目前还在我妹妹那里，然后它是一个日本的比较好的饰品品牌，叫做 Jouet，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 piece， 我觉得它蛮有设计感的，真的是喷了一堆钱，很不应该。但你真的要我说 ，if we do this all over again， 要删掉什么，我真的还选不出来。And yeah, that's pretty much it for this haul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控制了。